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过年大人疲于奔命，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我们出国。你看我那个室爆友，出一个完整的对我那个室友方向肠那个，被我奶奶，这个不能吃，这个是留给你爸的。为什么？然后我们拿到橘子就很失望。我对想一看到要他们家钱，他顶多就是奶奶的手脏一点，对吧？顶多。但是不会比现在的化学东西都脏那的。个好夫要靠老公啊，是要靠老公，怪不得你说你不喜欢。过年吃的东西，一个是油，一个是糖。要做麦芽糖，要做米花糖，要做芝麻糖，要做花生糖。就是把一年的糖都集中在过年的时候吃掉。零食，过年那几天不管怎么样不会被揍。不会被对。平时不好做的事情，过年的时候你都可以做。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什么烫头啊、抽烟啊、对吧？对。我要过年，因为我如果再不过，孩子就完全没有概念了。这倒是。他完全没有。熟悉的我们家传统的造型。新年举杯一下。农历新年，中国农历新年，不管我们离中国有多远，然后这个我们农历新年，我们是一定要在这里播一下的。哇，度数很高啊！香茶配美食，主要今天呢，就是我跟花花带了一些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然后小时候的记忆。花花是真的是正儿八经亲自动手玩。我今天带来的东西叫谢谢我亲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妈妈，尤其是老孙，让他很用心。真的是很用心，非常这个我一看这些天东西都不知道哪里买得到，就这种。对啊，好有感觉。这种杏仁脯的这种颜色的都难。我想吃八宝。这还有一个冬瓜糖。对，糖冬瓜。我们叫冬瓜糖。你的冬瓜糖。然后我妈很执着，因为很难找白色。还是有什么讲究吗？八宝嘛，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多样嘛，就什么都要有，然后齐全，对吧？就是很齐全、很圆满的一个意思。我觉得就圆圆满满。对，我猜测应该是什么？八宝饭这个东西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东西。我小时候，我记忆中，我奶奶的床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大木盆，非常巨大。在我小时候的概念就是大概有能进去3个我在里面同时洗澡的那么大。然后那个大木盆里面呢，就其实不干别的事情，就不放别的东西，它只放各色大小的碗。如果那些碗能够留到今天的话，肯定有很多是古董。但是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们都去哪儿了。但是就是大的就是那种大碗哈，然后小的其实是那种小茶盅。喝茶。其实是那种小茶盅，但是它没有了盖子，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品相的东西了，它就其实只剩下那个碗的那个部分了。我们家就有一个奶奶家，就有一个像你们家这个岛台那么大的一个大供桌。这个大供桌呢，到了过年的时候被抬到中间，就房间的客厅的中间，然后就把所有从那个大浴盆里面拿出来的碗，大大小小，全部放满整个大供桌。然后就开始做八宝饭。我们家这个八宝饭，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只知道这是过年的一个一定要干的事情。这一定要干的事情，每一样东西除了那个糯米不是自己家种的，其他都要。所有都是你一手一脚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最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是压磨的那一个。压磨有小石磨，磨什么呢？磨红豆。就是弄成豆沙嘛。对，要把它磨成豆沙。那为什么不是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他们是煮过的。红豆，然后我是坐在那个磨的另外一端，也不用我转，我也转不动，但是是有大人转，那我就要压着那个磨，让它那个板凳不要翘起来。还有这样子。我压在另外很大的磨，以前是那种。它那个说明什么？很小。说明它那个磨不够大。那个磨很小。我们家的大磨啊，那是不能压的。
你人没有它重，是不是要有那个驴把它给才能够动物才能够把它人转起来？当驴转。哦，这样子。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叔叔啊，或者是我爸啊，或者是谁，就是他们是要这样子磨。对。然后那因为是要放在那个板凳的一头，那另外一头就需要有人在那边压着，我就是那个压磨的那个人，就坐在那边。所以我记忆中小时候哪怕很小很小，我的记忆就是我看那个磨在转。然后呢，他们就一勺一勺的往里面添红豆，有时候是我添，是熟的红豆。熟的啊。熟的红豆，然后就磨出来的，他们就扫到一个大缸里面。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等下告诉你为什么。我也是长大了才想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啊。少说可能有上百碗，有些小碗这么小，全部是八宝饭。有些小碗这么小，就你一口就没了。啊，那你就是说这么多都是你压在那边弄的，也就你一所个人有的原材料啊。原材料豆沙，我是压磨的那一个，我印象中。然后呢，还有熬猪油的，熬猪油那是另外一个摊子啊。我知道。蒸糯米饭啊，然后叫拌白糖啊，他们就很多锅一起弄。还有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上面这么多的东西哈，八宝它都要切。要把它切成固定的形状，切件，对吧？然后你还有负责拌糯米饭的人，负责拌糯米饭的人就要把猪油、桂花糖，要猪油、白糖，有，我妈特别交代了，说你看那个糯米上面好像有点脏脏的，不是脏，是桂花糖的那个，是桂花上的角。对，桂花上的角就其实是桂花的花的其中一部分嘛。然后说你们不要觉得那个是脏的，我妈特别交代了啊，我特别妈啊，我特别有。我这里插你一句，如果用我老家那个桂花哈，只有桂花没有角。他老家把那个桂花挑掉，对吧？我听说了这个事情。对啊。然后因为做那么多哈，而且是全家一起做，不管你是多大、多老、多小，是全家一起在工作这个事情。过年的氛围上。就小时候就觉得现在还这样子。我奶奶过世之后就没有这么回事。肯定是我外婆也是，而且那些碗去哪年味就没了，年味少。就家里的老人家，就是镇守那一个家族的长辈。那也就是说你们就是你们俩都上海的嘛，你们最主要的就一定要做这个，就大家都不一定，我们每个家不一样。我们也会吃，但我们就不做了，因为没有这么多人去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半成品，他当时是有那种就已经好的成品的八宝饭，你买回来蒸就行。后来是有像什么梅林，就是上海梅林很大的牌子，就是罐头的嘛，我印象中，对。但是肯定过年会吃，就八宝饭在我们上海是传统，过年一定会有。因为上面的这些小东西哈，就每一样小花样，就是小朋友分工，家里小朋友和小孩，然后你负责贴这个，他负责贴那个，然后就每个人有一个兜，然后就是每个碗里面贴，就是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加个东西上去。对，加不同的 item 上去。好，然后因为那么多嘛，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家里就有个巨大的蒸笼。就平时你也不知道他们藏哪儿了，到了过年拿出来，高的不得很高的蒸笼，然后他们就从大年夜的那一天开始蒸，白天也开着火，晚上也开着火，然后呢到了就是年30除夕放完鞭炮回来就是吃这个，吃八宝饭了，好，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吃，家里来人拜年。上的点心招待客人的也是这个，是八宝饭。对，出去拜年带的也是八宝饭送人，所以为什么还带回来？通常情况下就是在那个热水里面烫一烫，然后因为它外面那一层是猪油嘛，猪油把那个碗跟那个八宝饭粘在一起了嘛，然后拿那个热水晃一晃之后，它那个猪油不是化了，然后一扣你就能扣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给你要送的人家，然后把碗带回来，所以你还拜年还送。人家来拜年你还请人吃，所以才需要这么多个。那时候我爷爷、爸爸都是医生嘛，然后过年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拜年，家里本身人就多，我奶奶生7个。那我也是，我外婆生7个。那你没有我们那边拜年就是吃点心，你来家，正月初1最关键要太平面，对吧？就里面不一定，有时候是鸡肉，有时候是猪脚，
总之这个汤是有的，一定有福建老酒的，里面那个汤，然后把线面放进去，很细很细的线面，然后再来2个鸭蛋，鸭蛋叫鸭卵，鸭卵啊，鸭卵取谐音叫鸭卵，就是平安的意思，叫太平。然后福州人的规矩就是你大年初一到家里拜年，一般现在也没人大年初一拜年了，过去也没有电话，过去都是大年初一就是走亲戚，然后就吃一碗太平面，这样太平面，然后有一个小规矩，好多外地人不知道，就说主人有的时候会给你2个鸭蛋，一般来说你会留一个，早年不讲卫生的时候，就是吃完了碗就放在里面留一个，后来讲卫生呢，在没吃之前就把那个蛋先拿出来。如果你吃不掉的话，不是吃不掉，吃得掉，吃得掉，它就是规矩，一个规矩，留一个，大家就跟我们上那年年有余，这个就是完全一样的，就鱼不能吃光。他是要留一个，那后来发展的就客人主人客气，就变成要加3个太平蛋进去，那意思就让你吃2个，你那一个是留的，你不要傻3个都吃掉。鸭蛋，但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就改成鹌鹑蛋了。鸭蛋很大颗哦。然后就是吃线面的很多新女婿就是会出糗，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吗？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线面，你看他第一次，比如到我们家吃线面，会越吃越多，他怎么办？先喝汤后吃面。他不是，他会胀开，他是要先吃面，对呀，要先吃面。不懂就先喝汤。对，你一般不懂，先吃里面的鸡肉然后再喝汤挑那些很斯文的先吃掉，然后那个面呢，它就会一直发，越来越多，发完以后就变成越吃越多，哇，这么多都是面，然后怎么办？因为加起来它变糊掉，就加起来就断掉，然后就变成一大碗的面。就好多就出来就，所以你要懂得吃就一进去你就开始先吃面，然后再吃。有没有？中间有东西。有豆沙馅的。不是我小时候还要压沫吧？对，中间是有豆沙馅的。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对，我就知道江浙一带的这中间的八宝饭是有效的。就我那个，好，好吃啊。这叫糯，又有点 Q 糯糯的，它这个甜度还掌握得很好，清甜香甜，特别棒。我也要忍不住了。对，这个味道很正，你感觉，就是八宝饭该有的味道。这有桂花香的差别好大。是吧？好吃。来。你们那边吃什么？过年我到你家我知道，它很特别。他们过年很特别。只有他们那里有。这个就涉及到桂花。它是桂花之乡。对。这说到这个，要有个食物说明一下。好。是可以吃的食物吗？我想知道。这个很重要。我展示个杯子。不可以的。我没有食物，这里弄不到。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喝桂花茶的茶盅。这个正月初一，整个正月不止初一，去拜年，每家都会给你一盅桂花茶。一人一盅。一人一盅。有的时候一天你拜访10家就喝10盅，每一家都会给你一盅。而且吃饱了一肚子的水。但是特别香。因为那个桂花再加上里面有2颗金桔。这是还有这种金桔香。寓意呢就是清洁。新年就清洁洁。他们有一句话叫清清洁洁，就是他干干的净净的祝福新年。语叫清清洁洁。然后一对橘子。一人一对橘子。其实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的。对。就是橘子也是吉利嘛。也是吉利，对吧？没错了，就是这个菜。对，我们那也橘子，就是说你给压岁钱嘛，那时候。那我们也有。只有对，我们也有橘子。所以大概就是这个 size 的多。所以我给你一个实物看的就是这样的 size。那就基本上，那家里面就是说，只要去拜年的每个人都有一盅。每个人都有。大人小孩都就是。
一家人一来就是一盘子拖出来。记得我们而且很重要，这里面有个很重要工具，平常我们不用也看不到的一个工具。你有吗？是银色的茶匙，银的茶匙，不是真的银的，真的银。去哪？是不是那个防止有毒的那个意思？不，非常漂亮，花纹打造出来非常精细。对，我有。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婆婆专门给我去打那个，给我们带出来的。哦，很小其实，就是朝着大拇指。比大拇指还小。这个你看就是配这样子的。哦，好漂亮。来高一点，然后它是这样搅，哎，在哪？怎么讲？这样。嗯，它就是让你搅一搅。对。因为它会沉淀嘛，桂花会沉淀。呀，对吧？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的生活当中就是快捷的东西啊，便利的东西啊，简约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这些我们都快忘记还有这些老东西，它精致的那些点到底在哪里？对我们那时候会觉得特别土，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花棉啊，我们是不是觉得它很土？那后面还成了时尚。现在流行啊。这个大花的棉袄现在穿出来特别带劲。过去的花棉袄是不是觉得很土？就还有你的花棉袄手上再拿一个炉子，然后就出去。那是烘手的。那我们那个特别土，它是里面是一个陶的那个锅一样，你可以把炭啊火啊烧在里面，竹篾编的那个护的，加上提手什么之类的。大的可以有这么大，小的可以有这么小。过年的时候，老头老太太一群人呢，很冷，他们那边没有暖气。有太阳的时候就到我们有个大圆湖的地方，一圈的老头老太太坐下来，这那烘年糕吃。因为这个暖手炉啊，上面有一个，下面是炭火，上面有一个铁丝编的架子，那年糕就这个棉衣里揣两块年糕，然后拿到这里放在那个上面烤一烤，就软了。先烤。哇，就在那里晒太阳吃年糕，然后聊天，然后八卦。那个炉子其实是不是给个人用的？其实是给一个那是个人用的，每个人提一个。每人提一个。对。这么大的吗？每人提个这么大的。有大有小。这种。口径大概这么大，但是高度的有的有这么高。我想象得出来，就是感觉每个人带了一个自己的 barbecue 炉子出来。对。哎，还有就是保暖嘛。因为我们那地方都是没有暖气的，两个袖筒一到，这个手一抠，这个挂了一个炉子，这不是空着，暖暖的就去聊天了，晒太阳的。所以你那个过年的情景。今天花花又下厨了，春卷。春卷是你如果就说太早弄好它，我是怕它到时候那个味道会不行嘛。做完那个料，它热的时候是不能包的，还要等它凉，凉到能包的时候，然后才能包。包完之后，其实包完之后马上炸是最好的。对，但是没这条件。它会把那外皮给浸。对，那个时候就卖相非常漂亮，一根一根很漂亮，一根一根。现在实际上，因为我带过来，它中间，因为我昨天弄完马上放到冰箱里急冻，带过来可能路上有点化了，对皮的，所以炸的时候它就。但是已经还是很好。就会这样。我们现在阿婆只是目测哈，目前为止，然后来瞧一个阿婆来吃一个，不用筷子，我就用手行吗？我习惯这个。我要用手行吗？哇，这可好了！我尝尝花花的手艺啊，我没吃过花花包的春卷嘞，我们尝尝啊。味道挺好。里面味道很好吃，很香啊。你啊，就我们传统的咸的白菜。有白菜吧？对，白菜，然后香菇、肉丝。它其实材料。有豆干吗？没有豆干，它其实材料很简单。但是上海的那种味道它是这种湿的感觉的，所以它如果刚刚弄完，然后马上炸，你咬下去那一口就是那种像爆汁的感觉。你知道它跟那个越南的它有的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它里面会放芋头，就是干的东西，它让它变干。但这个就是跟我们那边有点像，我们那用豆芽。湿的，对我喜欢吃这种湿的。但炸的这样自己包把香菇给那么大一块。就我可以一晚上吃好多好多个。谁都好喜欢。就我奶奶呢做那个春卷，基本都是这个馅，因为这个馅我们最要吃。但是她会做1到2根豆沙馅，
那个我几乎没吃到过啊，因为它只占2根嘛。那是你炸太少，我妈炸一大盘。只占2根。那下次来我家吃。那2根呢，全家只有1个人可以吃，我爸。其他人不让吃的，所以我小时候本来我想尝那个，被我奶奶这个不能吃，这个是留给你爸的。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为什么。就这个豆沙是我爸吃的。它是不是有什么寓意？我也不知道，就很奇怪。在你们家有。可能在我们家，那就是我们家。只要你妈没意见就行。我妈不吃那个。它甜的其实更好吃。是吧？我还真没有，哪天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蛮多上海人会做的，蛋饺。我来之前，我妈问我要不要做蛋饺，我说不要了，因为蛋饺就很放我那个1品锅。我后来还改良。我改良就是用圈圈倒下去，放在锅里，没有勺嘛，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小，我就站着，我爸就叫我，就一个炉子，专门弄个煤炉给我，就站那里坐着。开头多小蛋饺，很好玩。第一个一般不成，都是烂，后面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因为勺不够热，勺还没听话。下一道菜哈，好，是四喜烤麸。上海。为什么叫四喜？我没有搞明白，但是这样东西的确叫烤麸。烤麸是面筋做的嘛？对吧？来，乔爷先来一口。谢谢。这个是我妈做的很多的上海传统菜里面，她的朋友会反复点的，是吧？来，我来一个就点它。然后呢，我是它烤麸也分很多种。然后我妈喜欢用那种硬硬的传统的，我喜欢这种新鲜的。你知道我那天在哪个店里面吃太甜，它这个不是特别甜。对啊，我刚才要说的也是。是吧？这个甜度刚刚好。有的好甜好甜。有的很甜我感觉是我妈这次做，感觉手势有点收敛。她平时做的比这个甜。好吃。烤麸呢也是个年菜。对。寓意。烤麸要靠老公。是要靠老公。怪不得你说你不喜欢。你不喜欢那个词儿。我不喜欢这个词儿。就是说，传统的女人要在过年的时候许愿，要好意头。其中有个意头是说，让我下一年更好的依靠我的老公吧。是这样。让他更靠得住吧。那如果这个四喜烤麸用上海话怎么样说出来？烤麸。四喜。我们一般不完全说。一般很少。我们一般说吃烤麸。就是这个。好像没有第二个做法。对，烤麸就是。对，就只有这一个做法。但是如果到餐馆里面，它菜单上会都叫四喜烤麸。餐馆里也不一定叫四喜，要看什么。如果是大点的餐馆可能会这么叫。小的正规的就是烤麸，那就是他加了一个寓意进去了。我发现我妈就是油和糖都很慎用。很好啊，因为你看你到店里面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油跟甜嘛，对吧？所以你只能吃一点点 ，OK。是吧？它这个可以一半碗我都可以干下去。那你看，然后我妈还问我，要放笋吗？我当然过年当然要放笋。为什么放笋？过年要放笋？节糕。节糕。一节。是笋吗？所以我们上海人过年还会喝腌笃鲜嘛，也要笋吗？也要笋嘛。节糕。我们那边就是其实有就是橘子，就是橘，对橘大吉大利一样，就我们还有梨，大吉大利。梨我们那边不能。真的。北方也有人说梨不行。梨是不能分梨，有的是取那个。但是跟橘子一块放在一起吃。我们那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替代的，就用橘子特别好。就比如说去拜年，那我们自家的孩子那个家长都得，比如很亲的书伯的那个侄子啊什么，那就会给压岁钱，对吧？但是那有的人给不起啊，那么多孩子过去。一窝过来，你哪给得起？那他们就说没有钱也要有橘子，所以就准备了很多。那时候福州最早的叫福橘，
非常红，很漂亮哈，那个皮是松松的，一掰开来里面有很多丝，泡泡的，泡泡的福橘对吧？然后就给橘子，然后我们拿到橘子就很失望。我想要他们钱，家对他们家准备了橘子，就知道钱没戏了。现金没有。然后就会追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姨刚结婚的小姨，那个小姨夫一来，我们小孩就追着他要，知道他手上七升嘛。七升小孩子好坏啊！追着小姨夫，阿婆就是你上集讲，就是小孩才是那个，就是最凶猛的那个。小孩会七升的。好说。你想这我妈肯定很高兴。然后你看阿婆，我们不管以前曾经在国内，就是说我们出国之前，家里面小的时候有很多传统了，因为老人家在嘛，然后长大了以后，虽然已经这种传统逐渐的退化了哈，逐渐退化或者被很多更快捷的东西替代了，但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我们出国，你发现没有？你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依然还是要过年，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假也不放，对，假也不放了，没有假可以放。然后你哪怕 weekday，你还得我们在上学或者上班，你无论如何还是要空出一个时间出来，就传统的仪式上意思也。但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哈，是华人不多的时候，是还真没有时间过，完全不过吗？不可能完全不过。我都忘了那时候。那时候啊，华人少，其实年味其实很淡。因为超市都不多，而且那时候你怎么有人去鼓动你？都要上班嘛，那时候。然后大家聚不齐。因为大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对，然后如果不是遇到周末，然后过去超市也不怎么会装饰。就现在很早就开始迎春花，现在包括Safeway都会搞那个中国新年的推广。是。现在你看哈，电视广告里的沃尔玛，对吧？然后你到 mall 里面就有好多红色欣喜啊什么的，是吧？所以你这个年就是年味就被这个烘出来的嘛。你不烘，你慢慢的就淡了。我那时候反正也上班嘛，过什么年？没过，这是头2年。头2年，因为那时候人不多，超市也。但是阿婆，我采访一下你，心里会难受吗？当你意识到，比如说你哪怕没有记住那个日子，然后回头，但你还得打电话回国拜年啊，这件事情还是得做，你一定不会忘记的。对，打电话，就拜年就是过年了。对啊。其实那时候过年的活动就是给家人拜年，然后他打电话，那时候还是电话卡。电话卡。是的。后来有那叫什么 MSN，然后是 QQ， 然后就是过年就是因为这里没氛围嘛，没氛围因为那时候刚来也没朋友。但是你电话的那一头很有氛围哦。那是他们在一起，大家热闹啊怎样啊，然后就这样，就基本上是这样。现在我们开始主动的意识到 ，OK， 我要过年，因为我如果再不过。孩子就完全没有概念了。这倒是。他完全没有概念，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所以现在所以我每年都会做各种的。花花，你还记得你刚出国头1-2年的时候，然后过年怎么过的吗？那个时候因为有同学，所以也不会说完全没这个过年的气氛，尤其他们北方人很看重这个。因为就是说我室友是北方人，他们必须吃饺子。这个是。就那一碗，而且我那时候才知道。对，而且他们的饺子很特别，就是不能现买的，他必须自己手工擀皮的。而且不是那时候买也买不到皮的呀。对，也买不到。然后就说，不管你平时会不会做饭，就是可能再手生的一个人，你看我那个室友，对我那个室友是完全不会做饭的一个人，但是他擀皮就会。就是他们一定会做这件事。但可能就是他小时候可能会帮着爸妈做这个事的，所以他们北方人不管手多笨，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我当时就是因为饺子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谁过年刚好是过年住到我们家，来我们家那时候我记得，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就做一些其他的菜，可是那天没饺子。他到很晚提出来说我想出门去找餐馆。
就是因为没吃到饺子，他没吃到像没过了年的感觉。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来这边，其实因为我周边的南方人不多，我周边北方人反而多一点，所以我其实跟着他们过年的。就变成你也会了，对，我后来知道了，原来饺子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是的，饺子，对，就是好像像一个念想一样，对，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念想。对，它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讲，虽然我们有八宝饭，有四喜烤麸，但是其实对于我小时候的概念就是说，我只要过年吃顿好的，就吃几年菜，吃几天好的，就叫过年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具象，一定是哪一坨东西代表过年呢？所以你看，反而我们那边东西多，什么八宝饭，各种什么春卷、蛋饺，它没有，顶不过他那一顿饺子。对，但是没有说一个你必须这个东西，你不吃好像没过年，没有到这个地步。是。他们饺子就是他们必须的。是。对，他会如果没有，他就会觉得，因为人都会说有一点，哎呀，我今年是不是未来会怎样？那么这个都没吃到，就比如说。我们福州人过生日一定是要吃太平面，跟正月初一一样。那如果说我没做，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会不会？哎，还是算了，就是宁可信其有吧。就是你就这吉利的事情，哎，你就做。它这个道理就是一样的。你过年，我们过去过年不能讲那种不吉利的话呀什么的，然后你碗一破。因为小小孩经常打破碗，那平时会被揍。对，我有一个这个很重要。过年那几天不管怎么样不会被揍，不会被对。然后他会说岁岁平安，是，知道吧？那几天就会特别放纵。然后你知道吧？就是我过年，我记得有2件事，就是从我奶奶和我妈这边的角度，必须我做的事情。一个是过年一定要那天穿新衣服，必须是新衣服。然后你可以那天就是年初一之后呢，你不穿可以，但是你从除夕到就必须穿这身新衣服。但是为什么我不想穿呢？是因为我穿这身新衣服，我出去玩什么玩鞭炮什么，我要很小心，你知道吧？而且每次就怪了，我穿那个就会弄个洞，爆个洞。但是也是回来他不会骂。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感觉得出，他其实一腔怒火。对，我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会正月初一带我们小孩去拜年了。穿着新皮鞋，穿的尤其今年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新棉袄，那一定是要带着你去，爸妈带人去过年拜年了。是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剪头发。剪头发好像是有专门的日子可以剪的。对，这不是要在什么龙抬对，我知道，好像是什么，反正就是不是除夕那一天，是之前就要什么剪好干嘛？那理发店都排老长队。对，你必须剪。要去烫头发。对，必须剪好头发的。然后女的去烫头发，至少过年很多人去烫头发，那往往过去的技术刚烫的时候特别难看，那个卷的那个。以前的理发店一个东西好恐怖一个。然后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就是说，自从我们家那帮大人私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会，然后就过年就不给红包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过年节没什么意思，翅膀硬一点，然后就到了过年假期就拼命想要往别的地方去，在家里面过年。就意思意思。你说去崇明。意思意思大年夜，顶多年初一可能中午之后就见不到我了。好，那什么看春晚？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极土极俗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时候完整的把春晚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看完？出国第1年。你跟我一样，我是出国去。其实我那时候小时候，我印象中我几乎没看过春晚，是为什么？吃个年夜饭肯定很开心，吃完之后。接下来第一个就是外面小朋友对，你忙死了。放鞭炮去了，然后你放鞭炮。直到放到什么时候，就是要那个倒数了，才赶着回家，因为如果倒数你再不回来，那爸妈真的要生气了。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我听过这歌，因为我回来就难忘今宵。没有，都是12点整说难忘今宵了。我以前从来都很不屑这个过程的，就是到了出国第1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圣诞节假期，我回国了，我把假期用完了，学校也不会放假了，
就给我们家打电话，我爸接的。然后我爸呢，就好像特别理解我。那个时候上海还能放鞭炮，那你听听上海的鞭炮声嘛。我爸把电话升到外面去，我的天哪！我当时就真的是没有，我真正因为我其实出国之后很少想家，然后就真正意义就是在那一刻特别想家。我当时在电话里面跟我爸说，我说你只要跟我讲一句，你现在回来，回来过年。我立即马上现在叫辆车去机场，管他们机票多少钱，我立即马上飞回来。我爸忍住了，然后哇，就是把真的春晚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就是我可能第2年也没有这样子，就是在第1年的时候这么干了一次，干出来，真的是，我跟你差不多，我那时候那是第一次，真的是特别想家，就是第1个年跟北方人他们一起过，吃完酒然后就一起看春晚，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很温馨的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没有去珍惜这个东西，小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好像不可能，就是说我不看春晚怎么样，什么什么，我还是玩重要，对吧？但是你失去了，当你失去，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多珍贵，就是。那现在容易，现在随时也是同步了，那过去那时候还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好像只能在看春晚的时候能够想起那些能够感受到，说我好像还在家。那时候还没有习惯说离开家了，就还没有习惯离开家。其实我第1年的时候，我记得蛮清楚，我妈不是那种不太会轻易表达感情的人嘛，所以我在电话里她从来不会表达什么对我的思念啊。待了半年左右，我跟我妈说，就是放暑假我要不回来一下，我妈直接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浪费钱干嘛？机票很贵的。对你干嘛？你回来你半年就回来干嘛？然后因为我当时很多同学朋友他们在温哥华的其实读书的都相对蛮富裕的，真的都是回去，有的什么回来刚过来3个月就回去的都有。然后就说我当时是整整2年，就没回去过。那你肯定想家。对，就因为被我妈第一次这么一说，我就不敢提这事情。那我妈不提，我也不敢说了。就到后来，其实是到那2年的时候，是我妈问了我句，你要不要回来一下？我你妈想但是她不会表达她想啊，她只是用各种理由意思你该回来一下了。但是往往也是新移民来在前期的时候也是最艰苦的时候，是的，最艰苦的时候。对，因为你想看，你好不容易挣了那么点钱。对，因为你回去是你在这边租的房子，你要跟房东说好，怎么样，你这房租总要付着吧？然后半工半读的那个班也不能上，对啊，少赚了钱还要多付这个房租，还要搭张机票进去，你怎么算这笔账？你那时候真回去成本真的掐着手指算。真的那时候不只是这个钱，连坐公共汽车都觉得很贵。你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我们那个去考驾照，那个路都走成8字脚。就是说不是，就是内8字走成外8字。怎么内8字？不是我讲，我就那故事你没听过吗？没听过。我们俩是去考驾照，我们从多伦多那个叫什么 Victoria 跟那个 York Mill Victoria Park。Victoria Park 跟 York Mill， 然后到 Morningside 其实是很远的，5个大街区。我后来算了一下，好像是14公里，14公里。14公里，但是呢，我们呢就想说能不能走过去，我就打电话问我们一个朋友，就说我们这里过去远不远？他怎么会想你们是说走路呢？懂了。他说不远，因为那时候真的没地图，对要去买。他想象中的你们说的其实是半个小时嘛，他说不远嘛，半个小时开车半个小时天哪，不远。那我们2个呢，开头还想着不远那就走，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去吃了一笼小笼包，13块钱很贵但我想没事，我们今天把这省下来钱，我们路费省下来，走路。好，走到一半就跟那朋友打电话，他们就说你是走路啊。那个时候就有点鸡肋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很累了，而且已经把路费吃掉了。然后一是把路费吃，第二个你现在再去蹭，他这个车没有说你进便宜吗？没有吧？他还得全程
对吧？索性就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坚持到底，真的走到那里，真的内八字走外八字，然后去考驾照嘛，考 G1。G1，还好 G1考过，要还没考过还得再考一次。我早上走到下午2点钟才走到。对啊，8点出门。那回程总该坐车回去。那当然了。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盒饭，3个肉的盒饭3.5块。我刚来的时候。你这13块钱小笼包很贵啊！我也不能再坐车了，绝对不能坐车。说啊，我们刚来多伦多，那时候华人不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逐渐华人聚集以后，去带动商家，来意识到过年是一个生意。现在不是，现在开始整个商家呢，在带着我们过年。是的，商家不断的提醒你，你们还是有传统的，你别忘了，不要忘本。你看哈，提前1个月还是2个月就开始了，这些符号就出来了。等，所以我们心情也变洋洋的，又开始做年糕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到处都看到中国红了，现在。从 mall 里面到那个一般的商店什么。但回过头也要这么说，虽然是现在商家是在提醒我们过年。其实我觉得我也要感谢商家。其实给了我们过年的氛围和气氛，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然就淡了，你就。对，所以我跟你讲，你都不信。对，我当年讲的，真的我没有过年，我童年来没有。我童年的过年，现在你们都说有穿新衣服的习惯。其实我从小没有穿新衣服过年的这个，因为也是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周围很多孩子也有穿新衣服，但我们家没有。就是大的传到小的，小的传到我这里的，不破就是好。就不对吧？这生活就这么过。你会不会嫌弃？我也不会嫌弃。我记得我直到上高中，我还是穿我哥哥传下来的那个衣服和裤子。有的还打了补丁。那你也照样穿，哎呀，生活就是这样，不需要啊。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过年的话，至少我们家那有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少的。过年，就北方是要饺子，我们那里要年糕，年糕，年糕。年糕好像全国都有。是。我觉得我那边就这么一个印象。中文统一的意头嘛。我们就是太平宴。肉宴，肉宴一定绝对是有的。对，年糕我们也是年糕来年糕去。哎，阿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当中，那些包括我们现在能想得起来的这些传统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一个是油，一个是糖。那肯定。那时候缺的就是重要的。那时候缺这个东西。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缺了。你想我小时候，我记得当时几分钱。就如果有零花钱几分钱买的是什么担子糖，那个东西你现在吃根本吃不下去，就是糖精。我们叫猪猪糖。猪猪糖就担子糖，不同颜色很小的，什么颜色？等提醒我一下，什么颜色？它颜色其实香，供应年糖年饼嘛。就是有票，你说是票。你那边供应的年糖年饼。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少嘛，我跟我弟弟，然后我们就有一人会有1包。那像你那样拿回去就吃不到。我们那里没有。现在没有。没有供应。但是我们自己家呢，每年要做麦芽糖，要做米花糖，要做芝麻糖，要做花生糖。就是把1年的糖都集中在过年的时候吃掉。零食。过年要做1个月的东西。从做豆腐，做腌咸菜，做腊肉，做那个豆腐乳。酱油。做酱油，什么东西？但那个时候物资很贫乏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平时省的时候留在过年的时候才用？冬天的时候才能做这些咸菜啊、腌菜，才能够放得住。比如做豆腐乳，做完以后要吃1年，它不会生虫。我一直出国前还吃我。等于相当于这个1个月是备这个1年的。要备1年的，不只是过节。这个我们叫大米果，叫黄色的碱果，你们有的时候看视频可能看得到。它是用山上采来的。山上采上一种灌木，烧成灰以后泡水，泡出来水是碱性的。然后呢，跟米呀有一种精米，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寿司米这样的圆圆的那种米，
给它泡成解米，那解米拿去蒸，然后要10几个人来做这个点心，就是以前都是一个大门进去很多户人家的，就大家一起来做，我家做完轮你家，你家做完轮他家，而且呢是灶停，工具不停。就是你家我家灶用完就上你家灶接着蒸做你家的点心，然后到像呢就这样一直轮下去的。材料呢？材料各家自己准备，但是劳力大家合起来一块劳力做。就是等于还要10几个人分摊这样。对，这个很有意思现在是轮班的，就是孩子累了就到柴火垛上睡一觉，大人也是一直轮一直做下去，然后通宵吗？一般是通宵，因为就是在过年前后套才会干这个事情。对，就是专门是。但你不觉得反而是这种大人看上去大人那时候做的这些事，才给我们留了很多童年的回忆？对呀。对呀，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做不成了，因为人口分散了，所以大家都一家一户出去盖房子，而且要集体做，而且就是大家好像那个时候是不是这种心态，就是说我是盼着要做这件事情，去享受这个劳动成果的这一天，大家很期待这一天。对，他小孩可能就准备吃了。后来物资丰盛之后，大家都不怎么太期待了，因为太丰富了，后来买得到，不缺了。现在都商品化了，对，现在用拖拉机做。拖拉机它梆，它有压力嘛，有什么东西它就压出来了。现在用拖拉机。你那时候是不是偷吃很多？他不用偷吃，做完就是大家一人抓一团进去，跟你一点肉汤沾着，或者豆腐乳的汤沾着，辣椒酱什么都可以，就这么吃。你看名正言顺，不用偷，不用偷，只有在过年时候，这谁不盼着？那个孩子平时还得偷偷摸摸的，对吧？小时候很盼过年。然后就过年的时候就是明显是这样。为什么年味那时候重？就是平时不好做的事情，过年的时候你都可以做。是的。包括什么烫头啊、抽烟啊、吃红啊，对吧？这都是这样。包括你什么嗑瓜子、吃花生。你平时看到一个人靠着那个嗑瓜子，这人是闲的，对吧？你过年的哎呀，就是该干这个事儿，就整个气氛。那个时候大人是城市里供应特别紧张嘛，你想想看，他就一天放假，1周就1天，然后就之前就开始排队，那我们都得当砖头当那个什么就去抵数在那里排队，因为你要买到你供应的东西，你没有你怎么过？你怎么过年？就当砖头，对啊，要站着那个位置，然后就最急的，快到了，我妈还没来，我妈还在那个队，快到了，这怎么办呢？然后最好他慢一点。你知道，你如果到前面，你没有被大人拱了，你又从头排起。对吧？你人没来嘛，他把你一脚然后就就开了。会给他臭骂一顿的呀。对呀，就是排到队都不会的。对呀，就是这样抢啊。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过年大人疲于奔命，乡村其实我也觉得挺欢乐的。我们呢就是因为你看他都自给自足嘛，实际上。因为我的母亲从12月份开始，每天基本上都是4、5点钟起床，到晚上就要10点多钟、11点钟，甚至12点钟睡觉，每天就是这样子。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反正每天都是排满满的。冬天过年期间要干的这些活儿。对呀。那时候年糕也不是直接买粉的，要自己先磨浆，就像你说的，你要去压那个磨头啊。我们不是磨头，我们是2个长凳一架，加个4方的那个架子，磨再放上去，稳稳的不需要压，就在那磨。我们的磨盘呢，直径有这么大。那个不仅要磨米浆，还要磨豆浆，要做豆腐。是。那做磨米浆，我们要蒸年糕，我们不是蒸我们这么小笼的。直径是这么大的一个对，就刚又讲的那个8笼，一竖上去，很高很高，完不牙都吃掉。要送人啊！过年就是靠这年糕切下来，给大姑、二姑、大伯、二伯、三叔。那为什么大伯、二伯不做了？因为我妈会做。因为你们太能干的人就会承担更多的事情。是真的是这样。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妈叫我挎个篮子，把这个糕送到大伯那去啊，我就挎个篮子就。那大伯有没有给你糖吃？大概一对橘子什么之类的，那时候过年最常见。好颓废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辈人还有这么多回忆的东西，不管说艰辛也好，就那时候你觉得他很累哈，排队啊什么，或者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回忆。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小孩对年味，估计他没有这种能够我觉得打动。我跟花花这一代人应该就是卡在这个之间，过渡的这个之间，交接的。所以刚刚听你们在讲，我就在回忆我自己，就是说我不想跟家里面过年，我觉得年味没有了，这个期待没有，是因为没有那个红包，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像刚刚乔也讲的，就是说变成市场经济了。然后你得来的东西都没有那么难了。然后整个气氛都不珍惜这些。对，就是那个气氛都不是那个气氛，然后那就简单钱去买嘛。对。甚至你年夜饭你在外面吃，大家都不在家里面吃，都在外面吃，谁在家做？对，到后面不是你看过年，以前你想象中过年还到外面吃，现在不是到后面都爆满吗？过年都在外面吃饭，都是订好早就订，好早就预定好，都在。我觉得我们这代主要是跨过了比较大的一个这种时代背景。就过去是很明显的自然经济状态，就是很多东西自给自足嘛，都自己家里去做，然后往商品经济。这个转变，我们也经历了商品经济，所以这不同的时代背景，我觉得非常明显。我有一次感触最深的，就跟他一起回老家然后就原本他当时告诉我，原本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大家家里一起做的，现在呢就变成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在做完在外面卖，你可以在外面，他专门做这个卖然后我们就他在那里就会回忆起，你看原本就是我们过去大家一起做的，现在就变成他变成作为一个手艺在卖，你就眼看着这些东西真的逝去了，一代人失传了，是吧？就他会了。现在年轻人，你看到这么大的那个叫什么笼屉啊，你都不知道这能做什么？为什么你买个5斤米都不够做这一个笼屉的东西？那时候一做动不动就100斤米，200斤米，做米酒也是100斤米，大缸，我们家那一排过去4、5个这么缸，做要这么多。就我刚刚说那个八宝饭，100多个碗，也不夸张啊，不夸张。所以你要说，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都很安心，他顶多就是奶奶的手脏一点，对吧？顶多，但是不会比现在的化学东西都脏了。现在因为什么？它也不是说人坏，而是它必须的，它是商品嘛。商品要保存，要运输，要什么然后而且要产量嘛，所以你不再有以前那种放心。以前我们家也喂过猪，一水猪进来，起码要6个月出栏嘛。现在人家是多少天，按照多少天计算就可以出栏了。而且真正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养的那猪，一般是要养1年，出栏的时候大概也就200多斤呀。不但说这种氛围没了，就是那个口味也不对了。是。你会觉得也没什么期待。你哪怕弄也吃不出当年的那个味道。哎呦，我们过去那个鸡炖出来，你知道有多香？对，就明显。对，那时候是活，就是说我记得是活鸡。那肯定都养的嘛。对，那个鸡烧出来的味道真的是好。太香了，你知道我们福州人正月大年初一一定是一大锅的鸡炖好，第二天我奶奶是一定炖好了，然后鸡蛋都煮好掰好，芡面，第二天一泡，哇，每个人早晨吃哟，我觉得太好吃了。一大早吃鸡，是太平面。就是那个煮在那个太平面里面的那个鸡。它要有太平面，这个面一定是一个高汤，要不是猪脚，要不是这个。而且它那个猪脚真正是很好吃，你没什么时候吃过？阿婆哪一天做一个给你们吃？福建的猪脚面，猪脚面很好吃的。还有我也要做一下这个鸡汤给你吃，就是那个线面。那线面等那个，我们这今年就可以，今年就可以实现啊。所以虽然年味有点淡了现在，但是我觉得过年还是很美好的。那肯定的，那肯定有我们在嘛，至少我们还拖一拖。每年过年，他们也在传承过年，我们也在拖。每年其实我觉得过年也有点什么做年终总结、做未来计划这种感觉，继往开来。就是说你有一个
给自己一个段落吧，对对对，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或者是一个段落，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个重新开始啊，或者是开展一个新的计划的一个理由。对，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过年之后怎么样，对不对？因为要不你浑浑噩噩的过，你可能也都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特好玩，有一阵子我没有农历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就看那时候也上网也不好好查，不知道不记得，所以真的就你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就像说话没有标点符号，就这么一直过到哪里了？现在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是的。有一段是这样。不只是农历，有时候连公历你都忘了几个节那就是埋头苦干，就埋头苦干，每天吃饱喝足睡觉干活，吃饱喝足睡觉干活。那时候移民出来，你就是有活干，多高兴。但是我说句实话，我真的感觉老一辈的人，就是我上一辈的人，对农历的感觉真的是好像是超出我想象的。是的。你看我妈她不看什么日历，但是她知道今天是农历什么了，又是什么春分啊，又是干什么。各种节气。我现在基本不懂。这个就是一个对你一个人生一个小提醒，一个小标点。对，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己那个。然后不然，其实真正你要讲过日子过的，如果你真不在意这些东西，你就完全是，就是没有感觉。你会过到没有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有的人说你这么辛苦做这么多，你看我们在加拿大住了这么多年啊，10几20年，我们对于西方人的节日到底能接受多少，还真不一定完全接受。然后反正我是怎么觉得，就是说在我还没有完全融入或者接受西方人的就是节气之前，我连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是土生土长血液里的那个节气都放弃掉了，放弃去了解它，放弃去记住它，的话，好像就有个 gap 在中间，自己到底是。因为就像你说，为什么对西方不那个，就是你节气你没感觉，这很正常嘛。因为你从小又不过他比如说他有圣诞老人，他融入接受，对你当时你就没有这个记忆打在你的，在你心里就没错没错，我们是说不出来说我们小时候过圣诞节是什么样，你就像他们小孩儿，我讲个小孩讲笑话，就说那天他爸爸每年都盼，他很大了还相信有圣诞老人，对吧？所以他就拿着牛奶，拿着然后放在那里，对吧？然后有一天他终于他起来了。下来就在想圣诞老爷爷会来吃是吧？一下来发现是他爸整个毁三观，然后就从此就这个就神话就破了嘛。所以他这种记忆，他当然对这个这种节日他是有感觉。那我们没有这个记忆，我们只记得压岁钱穿新衣，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不要说一定要去融，你怎么融呢？我问你怎么融？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啊。它都是文化跟宗教背景不同产生的人为的一种标记，时间标记。它这个圣诞节啊，西方这也很多，它基于基督教啊什么东西，它信仰它有很多的文化意涵和宗教意涵在里面。那么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经历这一个部分的，我们经历的是中国的文化的意涵和儒家家庭各种意涵在里面。我们的过年其实跟它圣诞节其实的功能是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它是属于基督教的过新年，我们是属于农历的过新年。其实都是一个标记，时间标记。是。而且这时间标记都是人为制造，不是自然产生的。对吧？其实如果像也有人，我觉得是肯定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因为不存在 rules。因为还有一个呢。像包括文化的、宗教的，还跟现实的这个有效性和能够使用有关系。你包括你比如像写书法，过去的人写字就是用毛笔，你现在你现在不用毛笔了，你现在硬笔都很少人使，它就变成艺术了。你不需要说，因为我不懂书法，所以我不懂中国文字，不是没有这样的关联的。因为它只是过去的实用性到现在已经是退化了。对吧？所以你现在变表演性质。对，包括宗教跟日历文化这些方面的话，其实主要是在于你日常生活能不能用得到，对吧？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我现在都觉得我也只能使用功力而已，我对农历已经没有什么很深体会。对，你不种田。我只知道看到啊，今天月亮很圆，这可能是初一还是15，对，就是这样子。初一也圆了。初一好像不圆。以前很多人很爱讲，哎，这个正宗不正宗？我觉得正宗只是你的一个记忆，就是你吃过你妈妈做的，那这就是正宗的，就是你是你的记忆。你要说哈，要最早正宗追溯到古人，他是茹毛饮血。过年，要过年的祝福的话，对，哎，这个正宗，这个正宗。我们大家都认为很正宗的。是要送祝福的话，就是说，特别是好朋友之间，对吧？然后就是亲人之间，我们要送祝福的话，然后我们也要送祝福给我们的观众。对，然后祝大家来我们阿公排队啊，阿公先来，然后就来了。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年年平安。好嘞，来了，耶！我们俩子不一样。刚我们在讲话，他一直在一直吃，然后把这个全部吃光，我都不好意思说，笑眼睛一直看着他，眼看着那有看吗？有，笑眼睛看着了，然后他就一下子嘴趁我们说话，没有了。来，全都是你的。所以我干脆拿给他。我就猜出我妈就说，我妈家里还有好多呢，你随便吃啊，家里真的还有好多。我妈做了半冰箱，他已经形象都不要了，因为他一做那个，比如说蒸糯米，一蒸就是一大锅嘛。我知道。对啊，然后那个谢谢，你要跟佑妈妈说谢谢，吃了这么多。感谢佑妈妈，做的太棒了。好，我代表我妈，你谢谢乔爷赏脸。